工资刚性 （wage rigidity） 指的是雇主在经济下行时难以降低工资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市场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资的刚性？它对经济有何影响？首先，工资刚性的成因复杂多样。一方面，劳动合同、工会的谈判力量以及雇主对员工士气和忠诚度的考虑，都是导致工资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政府的最低工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资下限的刚性。工资刚性的影响是双刃剑，在经济下滑时，工资刚性可能导致企业减少招聘或增加裁员，从而提高了失业率。同时，它也会导致企业在调整生产成本和维持竞争力方面的灵活性降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工资刚性也可以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保护劳动者的收入，从而维持消费水平和社会稳定。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灵活的，但在经济危机期间，如2008年金融危机，工资刚性的现象仍然显著。美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在于保护劳动者，避免经济衰退时期的大规模失业和收入下降，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就业市场调整延迟。引用英文资料显示，工资刚性不仅影响了就业和失业率，还对价格水平、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长期来看，它可能导致劳动市场的效率降低和经济增长潜力的损失。总之，工资刚性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既有其正面的社会保护作用，也有可能带来经济调整的负面影响。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权衡工资刚性对经济和社会的多方面影响。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工资刚性及其影响时，不同国家的实例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见解。以德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在应对经济衰退和实施工资政策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的背后反映了各自独特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德国作为一个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其劳动市场特点是高度组织化和强调社会合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德国政府和工会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工作时间账户 Kurzarbeit 的政策。这项政策允许企业在订单减少时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而政府则补贴员工因减少工作时间而减少的部分收入。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大规模解雇，同时保持了工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反映了德国对于保持劳动力稳定和避免工资急剧下降的重视，体现了工资刚性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稳定的贡献。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日本经济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停滞不前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劳动市场的高度刚性。日本企业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终身雇佣制的传统，这意味着一旦被雇佣，员工几乎可以确保终身工作。虽然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职工的工作安全，但也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使得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难以通过调整工资来应对经济变化。此外，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工资，以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但这些努力在工资刚性的背景下效果有限。通过比较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工资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社会稳定和保护员工收入，但它也可能限制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德国的工作时间账户政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显示了如何在维持工资稳定的同时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相比之下，日本的经验则提示了工资刚性可能导致的长期经济挑战。总之，各国在实施工资政策时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和劳动市场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既能保护劳动者，又能促进经济适应性和增长潜力的政策。通过学习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经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工资刚性的复杂性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为制定更加有效的经济和劳动政策提供参考。在实施了应对工资刚性的政策之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展现了政策选择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深远影响。德国通过实施工作时间账户政策，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其劳动市场的冲击。这一政策不仅保持了雇员的就业，减少了失业率，而且通过保持工资的相对稳定，维持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对内需起到了支撑作用。这种策略的背后是德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合作，包括企业、工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协调。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这一政策还为企业保留了宝贵的人才，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响应市场的恢复和增长需求。长远来看，德国的这一政策不仅短期内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且为长期经济稳定和增长奠定了基础。相较之下，日本面临的挑战则更为复杂。尽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工资刚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社会稳定，但这些措施也导致了劳动市场的僵化，降低了经济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在长期的经济停滞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增长和消费，包括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措施。然而，由于工资增长缓慢，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未能根本改变消费者的预期和消费行为。长期以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较低，显示出需要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经济的活力。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工资刚性问题，不同的政策选择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德国通过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成功地将经济危机的短期影响转化为长期的稳定增长机会，而日本则反映了在高度刚性的劳动市场结构下，即使采取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转型。这些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是应对经济波动和促进长期增长的关键。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保护员工权益和提高市场效率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其次，经济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劳动市场的特点，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和技能提升，增强经济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最后，政府、企业和工会等社会各方的合作对于成功实施这些政策至关重要。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够保护劳动者，又能够促进经济灵活性和增长的社会共识。通过分析德国和日本的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工资刚性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复杂性，以及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多种因素。这对于当前和未来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德国和日本对工资刚性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结果，对全球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各国在制定劳动市场政策时参考的重要案例。从这些经验中，世界各国学习到了在面对经济挑战时，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等重要，而如何平衡二者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瑞典和丹麦，他们采纳了所谓的柔性安全 Flexicurity 模式，结合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高水平的社会安全网。这种模式鼓励企业根据经济状况调整劳动力，同时保证被裁员工能够通过丰富的再培训机会和失业救济得到支持，以便快速重新就业。这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高就业率和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的公平和凝聚力。在亚洲，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其劳动市场进行了深刻的改革。韩国政府引入了更多的劳动市场灵活性，通过简化解雇程序和弱化工会的力量，提高了企业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同时，韩国也加大了对失业者的支持和职业培训，尽量减少劳动市场改革对个人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帮助韩国经济快速恢复增长，
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拉丁美洲，智利采取了一系列劳动市场灵活化的措施，包括放宽解雇限制和促进非典型就业形式，旨在提高劳动市场的效率和适应性。智利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增长和经济活力，但也引发了对工作安全和劳动权益保护的担忧。智利的经验表明，劳动市场改革需要平衡企业的灵活性需求和员工的保护需求，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保障社会的公平和稳定。通过这些国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工资刚性和劳动市场政策的处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工资刚性问题。然而，无论是采取柔性安全模式，还是劳动市场灵活化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平衡点。最后，德国和日本的案例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设计的参考。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劳动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灵活调整政策，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富有活力的社会。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 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